看到一等奖3个字，马兰的心潮依然澎湃起来。身后的钱红艳听到他说的话，连忙凑上前来，低头使劲去看。这一看不要紧，一等奖那3个字清清楚楚地印在对讲区。这一刻，钱红艳心里难受得要死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马兰这个臭婆娘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？一伸手就抽1等奖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看见马兰这个臭婆娘中了120万，真是比我自己丢了120万还要难受。马兰这时候已经欢天喜地了，他连忙去问那店长，这1等奖的奖品到底是什么啊？店长忙道，您接着刮奖啊，那下面就写了奖品，但是你得刮开了才知道。马兰嘴里念叨着，最好是120万的金条，老娘转手就卖了它。说完又忍不住嘀咕，或者是一辆120万的车也行，新车转手折现率还是挺高的。马兰一边念叨着，一边刮开了后面的刮奖区。随着一行字被刮出来，他眼看着这行字，整个人傻了眼。他嘴里一个字一个字的蹦出来，恭喜您获得湾流 G650私人飞机。看到这，马兰瞪大眼睛，脱口道，哎呦妈呀！他说我中了一架私人飞机。私人飞机啊，我的个乖乖，我这劳斯莱斯还没开利索，竟然送我一架私人飞机。店长尴尬地说道，女士，您再往后刮刮，下面应该还有一行字呢。还有，马兰皱了皱眉，继续往下刮开。他嘴里继续念叨着，尊享包机付每游1次。说到这里，马兰下意识地连贯地读了一遍，恭喜您获得湾流 G650私人飞机，尊享包机付每游1次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店长忙解释道，哎呀，恭喜您啊女士，您可以乘坐湾流 G650私人飞机免费飞1次美国了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啊？这算个屁的大奖啊！马兰欲哭无泪，脱口道，再说了，你们这是啥飞机啊？飞1次美国竟然要120万，我买张机票能要多少钱？店长忙道，女士，像您这么尊贵的身份，您肯定知道公务机的价格一直都很贵的，更何况湾流 G650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公务机之一了，这一架飞机好几个亿，里面装修豪华无比，飞1次美国120万，那都是折扣价。马兰把中奖券往他面前一丢，连忙道，我不要去美国，要不你给我折现吧，我不要多，你给我这100万就可以了。店长很认真地说道，女士，这件事情不是我说了算的。说着，他将中奖券翻过来，指着后面的注释说道，您看，这上面已经写了，所有奖品不可折现，不可转让。马兰急得一头汗，脱口道，可我去美国干嘛啊？还是120万1次的包机，那么老大个飞机就坐我一个人多浪费啊。店长说道，女士，反正这个是免费的福利，如果您不想要的话，直接放弃就可以了。说着，他想起什么，又道，哦对了，一会我拿手机给您录个视频，您只要亲自对着摄像头说，您放弃这个兑奖权利，我这边就好交差了。随后他再次提醒道，还有啊女士，您的返现金额等我们财务可以付款的时候，我会告诉您的。店长的这一句话无疑提醒了马兰，他让马兰意识到自己已经没钱了。眼下我手头只剩下区2000多块，要是想用这点钱过完剩下的大半个月，那我只能节衣缩食，每天买菜在家做饭，或者在家吃便宜外卖。
除此之外，我就算每天只开着劳斯莱斯出去闲溜，恐怕都加不起那个油了。相比之下，如果我这时候去美国，完全可以去投奔女儿女婿啊。到了美国，就跟着叶晨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能在美国好好玩一玩，那不比在汤臣一品吃糠咽菜要强得多。而且到了美国，我完全可以借口身上没有美元，一分钱也不花，这样也就不会暴露出我把钱都花光的事实了。想到这里，马兰的表情瞬间阴雨转晴，他连忙问，这个飞机飞美国是飞哪都可以吗？对，店长认真道，只要是美国任何一个民用机场，您都可以指定，这样的话您就可以直接飞过去了。说着，店长又道，其实这比坐民航客机要方便得多，民航去美国直飞的航班很少，大都要在韩国、港岛转机或者经停，而且到美国的航线也只有那么几个大城市。您要是去其他小一点的城市，还得到了地方再转机，这样的话就得折腾2-3次。可您要是坐私人飞机，您上了飞机只管吃睡玩，玩够了就直接到目的地了。马兰一听这话，连忙说道，好好好，太好了，那就给我安排去那个什么普罗什么。普罗什么来着？美国的一个城市名字，我一着急给忘了。店长试探性地问道，是不是普罗维登斯？马兰眼前一亮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个地方。那儿有机场吗？店长想了想，开口道，好像是有的吧，美国的民航业比较发达，好像每一个城市都有机场。马兰一拍桌子，脱口道，好，就去这儿了，什么时候能走？随时啊，店长笑着说道，如果您有美国签证，今天就可以走，如果您没有，我们有快速通道帮您申请，最快明天就能申请下来，明天晚上就能走了。马兰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好，那就明天。说罢，他一脸喜不自胜地说道，我闺女和女婿就在那，之前视频的时候说是在当地最好的酒店弄了一个总统套房常住，那家伙真的是太气派了。听说光卧室就好几个，我正好过去找他们玩几天去。一旁的钱红艳羡慕极了，忍不住问道，兰姐，反正飞机是包机的，你一个人也是坐，2个人也是坐，不如把我也带着，让我跟你做个伴儿。再说楚然跟叶晨不是包了个总统套房，那么多房间，空着不也是空着，分给我一间也可以啊，你一个人出远门挺没意思的，我跟在你身边还能帮你照应着点，顺便也陪你解解闷。马兰一想，好像也是这么个理儿。他要是去了美国投奔叶晨和萧楚然，那他的家庭地位肯定排在最后，到时候哪还有人一天到晚在身边拍自己马屁？要是把钱红艳带过去就不一样了，他一天到晚在自己跟前恭恭敬敬的跟个保姆似的，带着他自己也能对他吆五喝六的，当个佣人使唤使唤。想到这，他便立刻对那店长说道，能不能帮我这个姐妹也办一个签证，我俩一起去美国？店长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对不起啊女士，这个是不可以的，我们只提供单人飞行和签证服务。马兰不满地说道，你们怎么回事？我就是打个出租，顺路想捎个朋友，司机也不敢拒绝。店长笑道，司机收您钱，当然要听您指挥，我们这是奖品，一切解释权都归本公司所有，所以您如果想兑现这份奖品，就必须按照我们公司的规定来，否则的话只能是为您自动放弃了。马兰听到这里，立刻把钱红艳抛到了九霄云外，毫不犹豫地开口道，行，那我就自己去。